我生下的男婴又老又丑，和早逝的公公长得一模一样，那贼溜溜的眼睛盯着，让我喂奶都有些为难。不光如此，婆婆总是不允许母子俩过于亲近，时常抱回屋亲自喂奶。夜里，我见到睡梦中的儿子，老态龙钟的翻身捶后背。我有些紧张的问道，老公，咱爸是不是一直腰椎间盘不好啊？是啊，腰椎间盘突出，没走几步路就要反过手捶捶背。大床上，丈夫林旭睡得迷糊，含糊着说，咱俩结婚的时候，我爸都走了10几年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面对老公的反问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我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猜测，我怀疑我生下的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而是我的公公林志彪。这张婴儿的脸实在是和死去的公公过于像了，而且这孩子很多行为都在我看来过于成人化，比如说那种不似孩童般清澈，有些过于猥琐和有欲求的眼神。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喂奶的时候。不过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公公呢？总不会是他转生投胎到我的肚子里了吧？这荒谬的想法激得我浑身汗毛直立。我摸着儿子的背，有些结巴的宽慰丈夫道，从婆婆那听说的，快睡吧，瞧你困的。丈夫翻了个身，刚准备睡觉，没想到儿子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是不是饿了？老公，你去冲瓶奶粉。我搂着男婴，轻轻摇晃着。儿子壮实的身躯黑黢黢的，脸上也布满老褶，太诡异了，这张老脸和我的公公实在是太像了。我刚把孩子搂进怀里，就发现他不哭了，只是开始卯足了劲，不停地往我的胸脯上蹭。他把脸埋进去，只留下一双狭小的眼睛露在外面，有些得意，贼兮兮地看着我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连忙将孩子拉开。老公，快去冲奶粉，胃里翻江倒海。要不是理智尚存，我恐怕已经本能地将孩子扔出去了。老公听见我的呼喊，昏昏沉沉下了床。可当他拿了奶瓶回来，儿子却看着奶瓶嚎啕大哭起来。儿子，你是要妈妈喂，是不是？老公举着奶瓶问道，眼看着儿子又向我怀里钻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老婆辛苦一下，孩子非要母乳。我坐在床铺中间，在老公和儿子的注视下，感到十分焦虑。丈夫明天还要上班，需要早点睡觉。我也不好说，我觉得儿子太像公公，所以没办法喂奶这种离经叛道的怪话。无非是像之前一样，多做几回心理建设，咬咬牙，给自己催眠一下，这奶也就喂了。在俩人的注视之中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拽住了上衣的边缘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一阵热辣的目光，而这当然不是来自我疲倦的丈夫。见我磨磨蹭蹭的，儿子似乎等不及了，直接扑到我怀里，向我的衣服里钻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大惊失色，本能的尖叫起来，一下子把丈夫也吓清醒了。他看我情绪失控，连忙想将孩子抱走，孩子则像田间的短腿大肉虫子，在我的衣服里不肯撒手的闹腾。现场一片混乱时，门啪的一声开了，婆婆阴恻恻站在门外，看着我们，怒目圆睁。我连忙解释道，小汤圆饿了，不肯喝奶粉，小汤圆是孩子的小名。婆婆闻言，气呼呼的走进了屋，向我张开了手臂。小汤圆，过来，奶奶喂你吃饭。婆婆说话间语气极其凶，可偏偏不知道为什么，孩子就是特别听她的话。很快，像是沙皮狗一样的婴儿不情愿的从我衣服里钻了出来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，她看婆婆的目光似乎还带这些躲闪，像是心虚一样。婆婆大手一揽，夹着孩子回了她的卧房。我和丈夫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。半夜起夜，我去厕所路过婆婆卧室门前，见到门开了条缝，下意识向里看了一眼。这一看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又是恶心，又是愤怒，困意全无。婆婆的年纪早可能产出孩子的食粮了，我实在是不敢想象，那干瘪下垂的食粮袋如果不用于喂养，眼前看到的此情此景，我那凶悍的婆婆此时到底在用我的孩子做什么？第二天清晨，一家人围着吃早饭的时候，
我看着抱着孩子的婆婆，旁敲侧击的问道，妈，您想不想找个老伴？婆婆当下的反应非常奇怪，她先是疑神疑鬼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看向了她怀抱中的孩子，那要问问小汤圆答不答应。随后她眉开眼笑，摇晃着又黑又壮实的男婴，小汤圆，你同不同意敏叔找老伴啊？儿子缩在她怀里，有些迟钝的一巴掌捂在了婆婆的嘴上，婆婆当即喜笑颜开，好，敏叔不找老伴，只和小汤圆永远在一起。我看着婆婆和儿子，脑袋有点糊涂，总感觉眼前这个场面说不出的诡异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儿子又黑又肥的手一把抓住了婆婆的嘴，随后上下拉扯，控制着婆婆机械地点了点头。一直看热闹的老公大笑起来，妈，你孙子这是让你点头呢，想让你找个老伴。我这时才反应过来，夸奖道，小汤圆，你好厉害呀，还知道点头是什么意思，你才多大呀？与整体欢乐的氛围不同，婆婆的脸耷拉着，嘴角几乎要垂到地下，她像是个受了气的小女人一样，啪嗒啪嗒的掉眼泪，随后愤怒的将孩子塞进我怀里，甩上门回屋去了。看见婆婆生气，老公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连忙跟着进了屋，哄了半天，又将孩子送进去。老公从屋里走出来，更是一脸的丧气，他向我抱怨道，你好好的，提什么找老伴的事啊？我妈和我爸感情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将老公拽远，将昨天看到的都向他讲了一通。我越讲越委屈，后续又将觉得儿子像公公，自己根本喂不了奶，都告诉了他。要是平时，此时老公肯定会心疼的抱住我，但这次老公不知道怎么了，听了我说的话，一声不吭的僵在原地。他时不时回头看向婆婆的房间，又欲言又止的看着我。老婆，我问你点事，你别害怕。他说着，神情看起来竟然有些惊恐。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？老公的瞳孔颤动着，话也有些磕巴。比如说没有皮的猫之类的。我被他突然的问题问了一愣，好突然的话题，没有皮的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但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就连忙摇摇头，随后像是自己安慰自己一样，嘴里念叨着什么不会的，莫名其妙的走了。这事情就这样匆匆翻过，没人再提让婆婆再嫁的事了。可那天老公奇怪的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为什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句？没有皮的猫，那还能活吗？今天是孩子的百日宴，我抱着仍旧黑黢黢的儿子，笑容尴尬。这一段时间，我有和别的妈妈交流，厌恶孩子这件事，并不只有我一个，就是压力太大，可能是轻微的产后抑郁。至于我觉得儿子是公公转生这事，大概也是压力大，产生了荒谬的幻想。小汤圆，来抓阄啦！我努力温柔的说着，看向怀抱中那个苍老的孩子。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激素能起点作用，哪怕让我对这个孩子萌生出一点点母爱，最起码不是恐惧。我将它放在巨大的圆桌上，那桌有成人大腿高，桌上摆满了抓阄道具。小孩百日抓阄，据说能预测孩子未来的事业成就。圆桌有到成人的大腿那么高，一群婶婶姨姨围在桌前，满眼期待的看着桌上的男婴。听你小姨的，抓紧元宝，以后赚大钱。妹妹朝儿子招着手，引导他朝着元宝走去。孩子的头仰起来，嘿嘿的笑着，他那像是乡间老汉一样，黝黑充满褶皱的脸四处张望着。再看向妹妹年轻的脸庞以及身上膝盖以上的短裙时，终于确定了方向。他黑黑的藕节一样的身躯涌动着，最终在妹妹招手的引导下冲过去，掀开了妹妹的短裙，钻进了她的裙底。妹妹大声尖叫，现场一片混乱。午饭时我一直跟妹妹道歉，妹妹倒是没觉得什么，她平时好学点玄学，说是拜了个师傅，但我也没见过。闲着没事干，开始给小汤圆批八字，算着算着她就开始犯糊涂了。姐，你儿子这八字给的对吗？好像不太对劲啊。妹妹还是不死心，算了半天，越算越纳闷，就算再怎么不准，
外貌也不该这样，我小外甥应该挺白嫩的呀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我听了2句，突然觉得汗毛竖起来了。我在桌上四处望望，看见婆婆老公和孩子都离得老远，这桌上只有我娘家亲戚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握着妹妹的手，悄声说道：妹妹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关于扒了皮的猫的？她听了一头雾水，我连忙补充道：你有没有觉得小汤圆和他爷爷特别像，像得太过分了？妹妹纳闷的笑笑。姐，你该不会是怀疑孩子被换了吧？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感觉关于这事，常规的逻辑根本走不通。孩子确实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可我从来都不觉得眼前这孩子是我真正的孩子。我的面色逐渐凝重起来，有没有可能孩子还从我肚子里生出来，但灵魂是另一个人的？妹妹听着，笑容也缓缓消失了。她穷思苦想，突然一瞬变得脸色煞白，有些惊惧的看向我。姐，你怀孕的时候床底是不是有个奇怪的盒子？我连连点头。怀孕那段时间，你公公的坟是不是被动过？我连忙点头。妹妹的脸色铁青铁青的。姐，这是我能帮你，但你要先跟这家人划清关系。我紧张的屏住呼吸，局促的说道。是要我回娘家住？妹妹迅速打断了我。是离婚，从此不再往来，否则7天内必定暴毙身亡。我吓了一大跳，但妹妹并没有留给我过多心理准备的时间。他们这是狸猫换子，根本没想让你活下来。狸猫换子是一个邪门的秘术，相传将剥皮的狸猫放在孕妇身下，再加以符咒，就能使投胎的孩子迷了方向，最终困在狸猫里，而孕妇肚里的孩子就成了空胎。以骨灰为引，将孤魂野鬼引入其中，就能迅速转世投胎，变成婴孩诞生。这种鬼婴时刻吸食产妇的精气，如果产妇不及时远离，孩子满107天时，产妇就会被吸干，气血枯竭而死。这么说，小汤圆真是我公公林志标。看见妹妹露出苦闷的神情，我当即捂着胃，干呕起来。那平日里，我给孩子喂奶，还要抱着他，被他亲吻，还是需要证据。不过你老公主动提起扒了皮的猫，那就8九不离十了。妹妹补充道，安慰的顺着我的背。我听着有些哀伤，我怎么能想到我的枕边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？妹妹愤怒至极，一直催促我快点离婚，和这一家子恶人断绝关系。我自然是相信我妹妹的，只是我只有7天时间，以现在的离婚速度，等婚离了，我的骨灰都进陵园了。除了离婚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，终于问出那句话。还有，我真正的孩子，他还有救吗？妹妹攥紧我的手，眼光热切的看向我。7天内，如果找到装着狸猫尸体的盒子，或许小外甥还有救。姐，答应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有多难以置信，都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回握她的手，坚定的点点头。为了拯救我真正的孩子，也为了贴身保护我，妹妹决定以照顾我为缘由，搬进我家，以符咒护体，保证未来7天鬼婴再不进我身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活下来。晚上，当我宣布妹妹赵雨英要在家里住7天时，除了鬼婴小汤圆，没一个人高兴，尤其是婆婆，言辞激烈，说话非常难听。妹子住姐夫家里了，传出去别人怎么想啊？她抱着小汤圆，对着我和妹妹指指点点。儿媳妇，你心是真大，你看你这妹妹穿的什么，一看就是勾搭男人来了。我左耳朵进右耳出，发疯的婆婆正痛骂着尬笑的妹妹，而她怀里的男婴正猥琐的眯着眼睛，同时2只手拼命的向前伸，朝着妹妹年轻的胸脯上探。我在一旁若有所思，看来婆婆说的勾搭的男人其实另有其人啊。夜里，在嚎啕大哭的小汤圆强烈要求下，妹妹赵雨英带着孩子再次卧睡。婆婆气得要命，交出孩子就红了眼眶，骂了几句回卧房了。老公林旭则是一直保持沉默，直至和我一起回了卧室，也没对妹妹来发表任何的看法。想什么呢？想我妹妹呢？林旭无奈的笑了。我心中一动，又紧跟着问道，坦白从宽，你有没有事情瞒着我？
看着沉默的丈夫，我心如刀割。毕竟孩子是我们两人的孩子，更何况当时听他说起剥皮狸猫时，他满脸惊恐，看样子也不像是他做的，只是好像大概知道点什么。今天我妈的事，我向你道歉。沉默了半天，他冷不丁的挤出这句话，随后他又拧着眉头继续说道，我确实有事瞒着你，只不过我觉得没那么重要，没那么重要。我都快被害死了，你跟我说没那么重要。我瞪着眼睛看着丈夫林旭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林旭憋得脸都红了，终于支支吾吾说，就是我爸他其实什么出轨。我瞠目结舌。丈夫10岁那年，他父亲跟着小三离开了家，母亲独自把林旭拉扯大，结果没几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小三跑了，母亲情深，打3份工给父亲赚钱治病，最后还是他母亲我婆婆收的尸。小汤圆确实长得像咱爸，所以我妈才大半夜偷偷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喂奶。什么脑回路？我想听的不是这个，还有没有别的瞒着我的和我相关的？面对我的追问，林旭又支支吾吾起来。其实我那3个前女友都是我妈搅黄的。什么？几十年来，林旭母子相依为命，婆婆对林旭的占有欲早已超出了正常的母子。林旭其实早就受不了了，但婆婆每次哭诉，她又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循环往复，也没过几年正常日子。可咱俩谈恋爱时，你妈挺正常的呀。林旭闻言不敢正眼看我。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大吵了一架，她答应我再不干涉我恋爱，只要我急不可耐。只要什么？只要把生下的第1个孩子给他养，做个伴。听到这，我一下子就呆住了。做个伴？原来在结婚之前，这俩人就打算好了，要拿我的孩子做公公林志标的容器。林旭见我反应这么大，吓得不停解释。可是你看，咱妈一直和咱住一起，也就是帮忙带带孩子。等妈老了去世了，孩子还是咱俩的。我听得脑袋嗡嗡直响。这样婆婆再不孤单，老公也恢复自由了。无论林旭是参与者，还是单纯的自欺欺人，他绝不无辜。我咬着牙，憋着悬在眼眶的眼泪。家和万事兴，咱妈和你都不容易，未免打草惊蛇。我此时不能做出太大反应，但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，这个婚我一定得离。看我表示理解，丈夫终于松了口气。一夜无梦，钟表走到半夜12点整，距离暴毙身亡倒计时7天，正式开始。第2天清早吃早饭前，妹妹神神秘秘的将我拉走了。姐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随后她用沾满灰烬的手指在我眼睛上点了一下。等会看到什么都不要表现出异常。在我点头之后，她才终于肯放我离开。我端着一盘煎蛋，正茫然的赶回餐桌，却在看清眼前的东西时，差点吓得魂都飞了。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婆婆怀中的汤圆身上，好恶心！如何将一个成人的灵魂塞进婴儿身体里？我喝着粥，看着婆婆怀里那坨像是瘪了的人形气球，又堆成婴儿的奇怪东西。实际观感上，除了手脚头颅，别的地方由于折叠度太高，像是堆积的大肠，看起来非常恶心。瘦小又堆积得很紧的躯干，又配了个衰老的大脑袋。胡子拉碴的公公缩在狭窄的身体里，他被婆婆抱着，头却不安分的四处看。早晨起床，我和妹妹的衣服宽松，领口都不小。每当谁喝口粥，身子倾下来，她都瞪着眼睛，面容猥琐的嘿嘿笑着，口水几乎要流下来。吃完饭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术法的效果消失了，但我的目光始终无法离开那个怪东西。老公去上班，妹妹则是出门采购。她说有些东西要买，我本想跟着去，但她没让我跟去。婆婆日常在家带着汤圆玩。雨薇，你抱回孩子，妈去刷个碗。愣神间，我看见婆婆把孩子递到我面前。不好，要是真抱孩子，我7日后就要暴毙了。眼看着孩子越来越近，妈，我感冒了，就不抱孩子了。我躲得老远，为了演得逼真，我还捂着鼻子，接连打几个喷嚏。
婆婆怪模怪样的看着我，又来回催了我几回，让我抱孩子。见我实在不肯，嘴里嘟囔一声，随后开始煽风点火。傻儿媳，你妹妹语音，你留心点，我很是疑惑。婆婆则是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，偷偷摸摸的说，你没看见，早上吃饭的时候，你妹妹一直盯着小旭，我尴尬的笑着。我光看着小汤圆了，还真没注意。不过就算是看，估计也是想把林旭生吞活剥的那种看吧。你别不当回事，现在看人幸福，破坏人家庭的人可不少。婆婆佯装替我委屈，侧着脑袋，非常刻意的打听道，你妹妹是干什么的？咋感觉神戳戳的？她怀里黑胖的婴儿，无聊的抻着婆婆的脸玩。你这刚生儿子，多少人羡慕着呢。婆婆嘟嘟囔囔的继续说道，小心你这妹妹想趁着年轻来做后妈，白的个胖儿子。婆婆似乎总想把妹妹赶走，我连连应下，实际上思绪早已神游天外。胖儿子，我真正的儿子，此时的魂魄还困在一只死狸猫中。我想救他，但是那个装着狸猫尸体的盒子到底该怎么找呢？只有7天时间，我得把我的孩子救回来。妈，我养胎时你请来那个保胎神像在哪儿呢？我倚着沙发，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。我怀孕初期，婆婆当时神神秘秘捧了个奇怪的盒子来，说是怕我胎不稳，请的神像。她把盒子放在我床下，还叫我千万别拆。现在想来，肯定里面就是包皮狸猫了。问到这，我看见婆婆明显慌了，她看着我，眼睛忍不住朝她的房间瞟。送回去了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顺着她的目光向她的房间看去，眼看着她更慌了。没什么，有个朋友怀孕了，你送回去那就算了。我装作若无其事，实际上心里有了数。人在心虚时，总是会下意识看向有问题的方向。现在看来，那个狸猫盒子或许就在他的房间，或者他的房间存放着和包皮狸猫相关的线索。晚上12点多，距离我暴毙身亡倒数第6天，外出的妹妹才神秘兮兮的回来了。我将白天的事讲了一遍，妹妹则是坐在床上，有点心不在焉的向外看。我扭过头，也跟着向外看。主卧次卧是正对门，门钥匙开着，两个屋子互相一览无余。此时坐在床上朝外看，刚好能看见我老公林旭正坐在主卧床上叠衣服，妹妹正看着他，看得挺专注的。不知怎的，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婆婆白天说的话来，说早上吃饭时，妹妹总是盯着我的丈夫看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看什么呢？我冷不丁一问，把妹妹语音吓了一跳。哦，我在想，你这屋子隔音是不是挺好的？她神情恍惚的回答道。还有，你们晚上睡觉是不是不锁门啊？我听着这话，非常疑惑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，听着好像要偷偷溜到房间干点什么似的。妹妹有些尴尬的看向我，最后起身把门关上了。姐，总之无论如何，你相信我就行。她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个黑色的小东西，递到我手里。微缩摄像头，全屋安装，包括厕所。我有些吃惊，厕所也要安吗？妹妹坚定的点点头。我相信妹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第二天，我和妹妹在所有房间安装了摄像头，除了婆婆的房间。在我之前得知包皮狸猫可能在婆婆房间内后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进去，可婆婆每天就死守在家里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进不去。凌晨12点，距离我暴毙身亡倒数第5天，次卧里黑着灯，我和妹妹躺在床上，两人手里各捧着一个电脑。我此时正看着今天各处的实时监控，妹妹则是播着昨天的监控录像。卧室、厕所、厨房，我看着妹妹的电脑屏幕，丈夫的隐私暴露无遗。丈夫在上厕所时，裤子都脱到脚下，从这监控这个角度看，真是一览无余。就算不是夫妻，从道德层面上，我也感觉不太好。我真的是觉得怪怪的。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着很尴尬，困惑的问道。妹妹没有吭声，看得极其专注，眼珠子都不眨一下，目光紧盯着林旭。
看，我找到了，快看这一段，监控显示，今日凌晨2点多，地点是卧室。双人大床上，我和林旭各自抱着被子睡。缓缓的，卧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道黑影走了进来。监控视频有些昏黑，一个瘦巴巴的高个子左右张望的走了进来。是婆婆。婆婆，大半夜到我们卧室来干什么？她看向身后，随后让一个黑乎乎的小东西走了进来，随后关上了门。那个小东西和人的小腿一般高，胖乎乎的。他步履稳健，几步走到床前。此时我才看清，那居然是小汤圆。他才100多天大，居然能走这么稳。他们大半夜来干什么？我捂着嘴，满是震惊的说道。妹妹比了个安静的手势，向我指了指我们房间半开的门缝。鬼婴，灵魂已经是大人了，100日之后早已能灵活掌控身体。我点点头，继续看了下去。小汤圆，或者说鬼婴林志彪，真是健步如飞。他拖着又黑又肥的婴儿身躯来到床边，利落的爬了上去，像个猴子一样几步爬到我的身边，随后轻轻掀开了我身上的被子。天哪！我半捂着眼睛，简直不敢再看。画面里我睡得正熟，而那个苍老黢黑的小婴儿此时撩开我的头发，解开了我睡衣的前几颗扣子，将头埋在我的脖颈间，贪婪的猛吸着。床的另一头，丈夫林旭更是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婆婆一直守在门口，抱着膀子，紧盯着小汤圆，严防他做什么不规矩的事。婆婆显然对自己做的事情完全知情，她这是放小汤圆出来，吸我的精气来了。放心，你给的符咒就压在枕头底下呢，我看见妹妹看监控，看得眉头紧皱，连忙解释道。监控画面还在继续。果然，小汤圆在我身上吸了半天，最终表情困惑的抬起头，她看着婆婆，两人眼神交流。此时丈夫林旭在一旁翻了个身，婆婆吓了一跳，朝着小汤圆赶忙招手，随后两人结伴匆匆离开了。监控播完了，妹妹攥着我的手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还没说，门外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。我和妹妹赶忙看向我的电脑屏幕上的实时监控，客房的房门突然被从里推开了，婆婆和小汤圆一前一后鬼鬼祟祟的走了出来。尤为醒目的是，婆婆的怀里抱着个满是花纹的方形木质盒子，这是包皮狸猫的盒子。在我怀孕时，她在我床下放的盒子就是这个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指向屏幕，向妹妹示意。妹妹点点头，安抚我少安勿躁。我们继续看着实时监控。二人走到了客厅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一老一小居然坐在沙发上，相互依偎了起来。苍老的婴儿大步流星，身穿纸尿裤，跳到沙发上，慵懒的向后躺下，眼神迷离。而婆婆扭扭捏捏，像个小姑娘，极其腼腆的坐在小汤圆身边，而后小心翼翼的将头枕在小汤圆的纸尿裤上，简直是不忍直视。我和妹妹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表情都像是吃了苍蝇。他们怎么搞，也不至于特地到客厅吧？我们也是他们 play 的一环。我觉得匪夷所思，过了一会才看明白。客厅的茶桌上有层玻璃板，下面压着一堆老照片，合着这对老情侣跑到这一往昔了。我们次卧的房门开着缝，依稀能听见客厅微弱的交谈声，听不清具体说什么，但是能听见一点语调，你侬我侬，打情骂俏。再配合着实时监控，看着娇羞的婆婆，霸道的穿着纸尿裤的婴儿，那体验别提多下饭了。婆婆搂着小汤圆，俩人亲亲抱抱，腻歪了半天，可算是完事了。鬼婴坐在沙发上，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男人的姿势，一个大字瘫在沙发上，仰着头。可惜他身躯太小，实际看起来像极了一个臃肿的海星。婆婆则是起身，从桌上拿起布满花纹的方盒子，找了塑料袋把它装了起来，之后神色匆匆地朝着大门走去。她要趁着夜深将包皮狸猫偷偷扔出去，那我的孩子就再也不回来了。那一瞬间，我从床上弹起来，妹妹却拉住我，
摇了摇头。明天垃圾车一来，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包皮狸猫了，我焦急的小声说道。妹妹拧着眉头，指向我们门前的实时监控，一个黑黢黢的婴儿，满脸邪笑，正鬼鬼祟祟的走向我们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慌张的我连忙摸向枕头下。糟了，护身符咒还在主卧枕头底下呢。我和妹妹慌张的关了电脑，钻进被子里。慌乱间，我突然想到，婆婆出门了，鬼婴这是趁着没人看管，打算仗着婴儿的身份来占妹妹便宜来了。屋子里的灯早就熄了，她恐怕是想来碰碰运气，万一我们两个睡着了，她可不就为所欲为了。我睡在里侧，盖着被子，侧着身子，看向门外。漆黑的房间里，门缝低处，一个圆咕隆咚的黑脑袋悄悄钻了进来，一点微弱的光照亮了来人的轮廓。一个穿着纸尿裤的老婴儿站得稳稳的，他弓着腰，小心的一步一步向床前走着，看着床上的我们，甚至还得意的搓搓手，脸上扬起得意的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脑迅速冷静下来，有了主意。眼看着鬼婴站在床边，正要猴急的窜到床上，我装作睡眼惺忪的起身，看着地上的孩子，佯装惊恐道：小汤圆，你怎么会走路了？正常孩子10个月左右才能站起来，小汤圆才出生100天，奶都没断，这非常不合理。他们要是不想把我吓跑，导致剩下5天没精气可吸，就算是装，也要装得合理一点。眼看着鬼婴被吓得一愣，我立刻转头去看妹妹，给她一个逃跑的时间。雨英，你快醒醒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妹妹懂了我的眼色，缓慢的起了身。果然，等我俩慢慢的再调回目光，鬼婴早就不知道逃到哪儿了。借此，我和妹妹在全屋大肆寻找孩子，顺势找去了婆婆的房间，在床上发现了装睡的鬼婴。婆婆你去哪了？我俩顺理成章的发现了婆婆不在家，于是妹妹抱着孩子去把我丈夫林旭叫起来，我则是在婆婆的房间迅速安装了微缩摄像头。你说大半夜的，咱妈能去哪儿呢？我看着睡眼朦胧的丈夫，焦急的说道。她这么大年纪了，不会在外面走丢了吧？林旭在我们的催促下，不情不愿的从床上起来。我们3人急匆匆下了楼，名正言顺的找起婆婆的踪迹。我在小区楼下焦急的寻找着婆婆，她岁数大了，腿脚肯定没我们年轻人快，希望她还没来得及扔那个盒子，等我找到包皮狸猫，我真正的孩子就有救了。十字路口处，我看到路上有一点火光，一个老太太蹲在地上，正烧着什么。是婆婆，我迅速的跑过去，看到婆婆的身旁放着那个带有花纹的木头盒子，她正从里面抓出什么，扔到火堆里。不能烧，我大喊一声，连忙抢过盒子，用鞋底大力的踩着火堆，想把火踩灭。姗姗来迟的妹妹和丈夫都被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赶过来拉我，而我将火几乎踩灭后，在里面却什么都没发现。打开怀中的木头盒子后，也只发现了一沓子纸钱。婆婆有些颤抖的站起身来，今天是你爸忌日，我想着你们也不记得了。她看向我和丈夫，有些无措，孩子也还小，我就自己来十字路口烧点纸。丈夫眼泪汪汪，有些愧疚的抱住了婆婆。我看向妹妹，感觉非常茫然。东西呢？被她已经扔掉了吗？还是说她真的只是来烧纸的？妹妹对我摇了摇头。天亮之前，我趁着大家睡熟，又偷溜出来，将小区的垃圾桶都翻了个底朝天，但一无所获。我的孩子的性命，以及那只被剥皮的狸猫，就这样不翼而飞了。距离我暴毙身亡倒数第4天，和往常一样，白天的时间只有我和婆婆还有汤圆在家。妹妹说要去问问师傅，是否有别的方法能找到剥皮狸猫所在的位置。丈夫自然是要上班，偶尔还要加班。这些天来，这2人总是回来的很晚，偶尔还有前后脚回来的时候。雨薇，你最近没事吧？早上我在扫地，婆婆突然问道。我很是困惑。婆婆抱着汤圆
略有愁容。你都多少天没抱孩子了？她叹了口气，攥着我的手。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有什么事跟妈说。我客气的笑着。婆婆依旧很担心，在我身旁讲起些别的故事。我之前看见有个孕妇产后抑郁，之后把孩子当成老公的妹妹，从楼顶给推下去了，你说吓不吓人？随后她又追着我，在我身旁开导了半天，生怕我心里有问题。你没觉得汤圆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吧？听到这句话，我愣了愣。汤圆不就是我的公公吗？难道还能是别人？他是不是在试探我？看我愣愣的，婆婆满面愁容。我还是觉得你那个妹妹不像个正经人。说着，她从我手中夺过扫帚，接着扫起了地。还是上点心，看紧自己的男人吧。半夜，老公和妹妹前后脚陆续回到了家。凌晨12点，距离我暴毙身亡倒数第3天。次卧内，妹妹神情喜悦，面色红润。姐，我今天问了师傅了，只要掏1万块钱，师傅出马，包皮狸猫肯定就找到了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喜笑颜开。到时候我的小外甥就有救了。听到这，我的脑子开始有点乱糟糟的了。雨英，你这些天怎么都回来这么晚？我看见妹妹眼神躲闪。姐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是怕你伤心。她调整好情绪，随后笃定的说道。我们一直怀疑姐夫是从犯，所以从没想过包皮狸猫藏在他那儿。这些天我一直在跟踪他。我捂着脑袋，感觉很多事情的真假对错都变得模糊起来。跟踪有发现什么吗？妹妹摇摇头。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我相信会有的。她说着，紧紧的攥着我的手，盯着我的眼睛。姐，你相信我，你只要相信我，肯定没问题。我看着她，点点头，随后给她转了15000块。1万作为请师傅的酬劳，5000是最近监控设备的开销。只要能把我真正的儿子救回来，多少钱都可以。而且我相信我的亲妹妹不会骗我的。我和妹妹一起睡在次卧，半夜我睡得昏昏沉沉的，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摇晃着我的身体。我迷糊着醒来，看见婆婆正站在床边看着我，把我一下子吓醒了。妈，你怎么在这？清醒后我才发现，本该在身旁熟睡的妹妹消失了。我妹妹雨英呢？她去哪了？婆婆对我比了个嘘，随后对我招招手，让我跟着她过去。我很快得到了问题的答案，不过是亲眼看到的。婆婆小心的将次卧的门推开个小缝，招呼着我一起向外看去。次卧和主卧的门是正对着的，我们此时刚好能顺着门缝看到主卧的场景。没过多久，我就震惊的捂住了嘴巴，因为我看到我的妹妹也在主卧。老公林旭在床上睡得很死，而我的妹妹正侧坐在床边，倾着身子，用食指轻柔地抚摸着林旭的额头和眉骨。婆婆气得要命，压着声音，傻儿媳，我就说让你上点心，要不是我起夜看到，你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脑袋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其他的可能性。我的祖宗，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婆婆见我不开窍，焦急万分。我打电话问了亲家，他们说你这个妹妹不知道在外面瞎搞什么。她拉过我的胳膊，苦苦哀求道，她这是趁你产后压力大，容易胡思乱想，来毁你的生活。什么都无所谓，人好好的就行。汤圆是你的亲儿子，咱们才是一家人啊。清早，婆婆要求我打电话给我爸，让他把我妹妹雨英接走。我爸心脏不好，找我叔叔来行吗？我呆呆愣愣的说出这句话。婆婆吸吸鼻子，把我抱在怀里。傻孩子，谁来都行，你好好的就行啊。中午，全家正在一起吃饭，门外有人敲门，妹妹去开门，被吓了一跳。你个混账东西，自己不学好，还跑来祸害你姐。一个中年男人冲进来，拽着妹妹衣领子就给了她一耳光，吓得丈夫和婆婆赶忙上去拉架。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男人没给她反应的时间，拽着她就向外走。跟我回家，你爸你妈还在家等你呢。走，婆婆吓了一跳，上前去劝。都是一家人，带回去好好教教，走上正道就行了。老公看着一片混乱的场景，不知所措。
中年男人则是客气的对着婆婆说道，姐，能不能麻烦你和我回去一趟，要不我不好和他爸交代。婆婆拍拍我的手，拿了件外套，临出门前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把小汤圆抱出来，想要递给我。雨薇啊，孩子我得亲手交给你，要不我不放心。我愣在中间，看着婆婆和她怀中的老婴儿，姐，你不能抱他，姐。妹妹赵雨英被中年男人牵制着，却大声向我喊道，现在是倒数第3天，我要是抱了他，我还是会死的。婆婆怨恨的看着妹妹，随后恨铁不成钢的看向我，雨薇，这可是你10月怀胎亲自生下来的孩子。她泪眼婆娑，多少天了，你总是躲着他，碰也不肯碰，汤圆都想你了，你看。婆婆将孩子托举到我面前，抱抱他吧。我看着布满褶皱的婴儿脸，仍然难以抑制的反胃。姐，你真的不能抱他。妹妹还在后面撕心裂肺的喊着。中年男人烦不胜烦，捂住他的嘴。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做出决定。片刻的死寂后，呕吐声打断了持续已久的安静。我扶着桌子，不停的干呕。丈夫林旭见状，连忙从婆婆怀中抱过孩子。妈，雨薇身子弱，你就别逼她了。我捂着胃，在林旭的搀扶下抬起头，看见婆婆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满。雨薇，你放心，都交给我，这事我肯定跟你爸妈说明白。说完，她穿上外套，跟着中年男人离开了。为了照顾虚弱的我，林旭请了1天假，待在家里。当晚，我告诉林旭我精神很差，独自睡在次卧，并反锁了门。早饭时间，距离我暴毙身亡倒计时第2天。今天林旭要去上班了。奇怪，雨薇，你说咱妈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吃着早饭，头也不抬地说道。我爸说了，要好好款待咱妈，估计还要再待1天。林旭昨夜带着孩子，早上起来疲惫不堪，也没有余力多想。吃过早饭，急匆匆出门上班去了。见林旭走远，我悄悄走到主卧，看见婴儿床上小汤圆睡得正熟，连忙拿起卧室房间钥匙，把房门里3层外3层锁起来。随后给妹妹打去电话，喂，你们那进展怎么样了？电话那头传来妹妹小心翼翼的声音，放心吧，我师傅昨天带着你婆婆喝了1夜的酒。她又补充道，一时半会醒不了呢。婆婆估计想破头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事情的进展会变成这样，为什么来接我妹妹的叔叔会变成她的师傅。这个故事来自一场将计就计。我光明正大进入了婆婆的房间，开始不停的翻找，柜子里、抽屉里、边边角角的缝隙里，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找装包皮狸猫的盒子，而是我公公所在陵园墓地的书面证明。师傅说了，变成骨灰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电话里妹妹向我打着保票，只要找到书面证明，小外甥肯定能救回来。听着电话里的声音，我激动的连翻找的手都一直抖。事情的进展来自妹妹的怀疑。我们一直以为丈夫林旭无从知晓包皮狸猫的位置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婆婆是个岁数不小的农村女人，很多事情她都弄不明白。就比如说迁坟，我怀孕期间，婆婆说为了孩子健康，要把公公的坟迁走，从乡间土葬变成了焚化骨灰。丈夫说毕竟不是人，一枚就直接火化，很多手续流程都很难办，所以即使公公的尸体一挖出来就火化了，这件事还是拖拖拉拉，拖了很久。直到我孩子生完了，公公的骨灰才终于搬进了公共陵园。现在想来，完全是最开始狸猫换子需要公公的骨灰，等仪式结束后，他们又把包皮狸猫烧成灰，存在了骨灰盒里，存进公共陵园。至于如何得知这一切，全靠妹妹那天的引魂术。也就是那天晚上，我和婆婆撞见的，妹妹在摸林旭的额头。这是一种类似催眠的术法，使用前先需要和被施用者建立信任，所以此前妹妹对林旭很多生活细节进行了详细的了解。妹妹也设想过在婆婆身上用这个术法，可是建立信任这个条件完全不可能达成。使用后能对昏睡的被施用者进行一些简单的问答，妹妹就是通过这个方式
找到了剥皮狸猫的位置。尽快找找吧，毕竟我们时间不是很多了。电话里，妹妹的师傅催促道。也就是那天来接走妹妹的中年男人。好，证件毕竟太小了，不是很好找，我回应着。当时，妹妹被撞破的第二天早上，婆婆提议打电话，让爸爸带妹妹回家时，我们将计就计，我打电话联系了妹妹的师傅。之后，妹妹和师傅共同演戏，把婆婆骗走。这样做，一是拖延时间，让我能随意的在婆婆的卧室寻找证件；二是了解对手。妹妹的师傅希望能通过和婆婆的交流，确定一些术法的细节，比如说实施狸猫换子时有没有一些地域性的差异，有没有流派的差异等等，以防止后续救回我真正的孩子时出现差错。我找到了，在书的夹层里，我拿着那本墓地证，激动的几乎要哭起来。接下来，我只要出门和妹妹他们会合就好了。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，救下我真正的孩子，时间应该刚刚够。正在我打算开门离开时，门突然咯吱一声开了。找什么呢？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嗓音在门外响起。我的心悬在嗓子眼里，拎起一旁的花瓶，横在身前，紧盯着门外。门缓缓被推开了，外面是我最不怕也最怕的人。苍老的鬼婴，我的公公，缓步走了进来。他稚嫩的身躯行动间流露出一股大人的姿态，肥嘟嘟的脸上，狭窄的眼缝中目露凶光。他不在我面前装了，我有点慌了。我身上虽然有妹妹留下的保命符咒，但是有多大用，我心里没数。况且妹妹嘱咐过我，这鬼婴越到后期越凶残，毕竟已经被我饿了好几天了。现在要是吸我一口精气，恐怕我会当场被吸干。恐怕还是周旋更有用一点。既然你看到了，我就不瞒你了。我勉强维持着镇定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背地里悄悄地将藏在身后的墓地证塞进牛仔裤兜里。我是来给婆婆下毒的，我想杀了她。鬼婴听了这话，笑了，有点太狂了吧，儿媳妇，当着老公公的面说要杀婆婆。我的视线透过他，看向门外，我要忽悠着他，让我走到客厅里，这样逃生的可能性还大一点。咱俩是同盟才对呀，我动手就省得你动手了。我心里思考着，面带笑容说道。我们去客厅聊吧，那宽敞点。鬼婴不置可否。我走到门前，用手里的花瓶轻轻推开他，走了出去。他跟了上来，最后他坐在了客厅沙发。我则坐在侧方的一把小椅子上，那是离屋子里的大门最近的一个座位。你为什么觉得我想杀了他？我心不在焉地摸索着手中的花瓶，回答道。因为你当年活着的时候就出轨了，你总不会还爱他吧？我说着，目光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。你现在是小孩，但他比当年更老了。等你18岁、28岁，年轻力壮，但婆婆只会变成一个更老的老太婆。鬼婴倚着沙发，轻蔑一笑。但是她老了，活不了多久了，很快就会老死了。我攒足了气势，一字一句，掷地有声。可是你赌不起，她要是活10年，你就要陪她10年；要是活20年，你就要陪她20年。我握着怀中的花瓶，为自己攒着力气。婆婆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，她费尽心思救活你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安排的，手里肯定会捏你一个把柄。他不死，你永远没办法自由。或许是被说中了，鬼婴的脸变得难看起来，就连大字张开的双腿也并拢起来，小婴儿的身躯佝偻起来。他的左手拄着头，右手背过去捶了捶背。我可以自己动手，我立刻反驳。20年，如果你要亲自动手，最起码要20年之后。除了考虑身体和年纪能不能完成完美犯罪外，我一边看着鬼婴的神色，一边不停朝门口瞄。与此同时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背后毛毛的，好像背后有什么东西似的。20岁之前，你大概率需要林旭抚养你。杀了婆婆，被林旭知道了，你肯定会失去资金来源。更何况，这可是你好不容易得来的新生命，你舍得冒被抓捕的风险吗？看见鬼婴陷入思考，我站起身，拍拍胸脯道。所以，就算你要吸干我，也要等我杀死我婆婆之后。我瞥了眼脚下的空间，
测算着怎么逃跑会比较快。过了这村没这点儿，我要是现在死掉，你保准后悔。我本来打算趁着鬼婴思考时拔腿就跑，可他的反应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鬼婴非常尴尬的笑了起来。倒霉催的，真他娘的可惜。他挠挠脑袋，从沙发上坐起来。儿媳妇，你这说的我是真心动啊，但是太可惜了，我有些发愣。那紧迫的逃生的欲望，伴随着他的一句提问，灰飞烟灭。你记不记得，你原本把我锁在主卧里了？他用婴儿的小手点了点自己的脑袋，想一想我是怎么逃出来的，我的心脏一抽。那个瞬间，我觉得身体如坠冰窖。可等我反应过来，回过头时，迎面而来的只有当头一棒。彻底陷入昏迷前，我感觉身体重重摔在地上，眼前恍惚的看见有一张痛苦的、悲伤的林旭的脸。我听见怀中的花瓶砸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抓取身边最近的一小块碎片，悄悄地塞进了牛仔裤的另一个后兜里。醒来时，头猛烈的痛着，我发现自己被小心地捆在一把椅子上。至于为什么说小心，因为捆绑我这个人，似乎生怕我被绳子勒到，在各处都垫了柔软的布料。可以说，在捆绑我这件事上，费了很多的心思。老婆，渴了吗？我迷糊地垂下头，意外看见蹲在身侧的林旭，他捧着玻璃水杯，一脸的受伤和破碎，好像他才是挨了一大棍子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们不能和平共处呢？林旭红着眼眶，捂着他的心口说道。老婆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年才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。他懊恼地说着，逐渐咆哮起来。他不就是要你个孩子吗？孩子没了还可以生，为什么你非要和我妈过不去？说着说着，他崩溃的大吼起来。我在内心深处叹着气，脑袋瓜还在嗡嗡直响，依稀想起来昏迷前发生的事，挪了挪屁股，大概是了事，意外的发现屁股兜里的花瓶碎片还在。万幸林旭没有发现。林旭，你知不知道你妈要杀了我？我平静的说着，看见林旭瞪大了眼睛。狸猫换子，鬼婴100日后7天内母体气血枯竭而死。我见他神情震惊，或许还有可能有所动摇，语气软了下来。老公，我也想和你好好生活，你想想你之前的生活，还有你那几个被搅黄的前女友。我柔弱的咳嗽起来。嗨嗨，毁掉你生活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林旭陷入了沉思。我看见不远处，鬼婴正在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客厅的钟表显示即将走向12点，距离我暴毙身亡倒计时最后一天。滴答滴答，开始。我心里总怀揣着一点希望，我想着只要婆婆暂时不回来，我还是有点生还的希望的。因为此刻我面对的2个男人，我或许还能说得动，但面对我婆婆，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恐怕是最想我死的人，在她的世界里，我恐怕夺走了她的一切。我是她儿子的老婆，最亲密的人，我们同吃同住，还共同抚育一个孩子，哪怕这个孩子其实是她的丈夫。但是她的丈夫也贪恋我的年轻，看着衰老又逐渐失去作用的自己，逐渐被取代、被遗忘、被抛弃，而舔舐伤口的时候，只能舔到一层层松弛老化的皮肤。这无疑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。我再次从昏睡中醒来时，属实是大吃了一惊。婆婆于敏淑确实回来了，不过此刻的她和我一样被绑在椅子上，或许该说情况还比我差一点，因为绑她的只有粗糙的麻绳，甚至她唯一一张厉害的嘴还被一团布死死堵上了。婆婆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死前还能拉你垫背。我笑嘻嘻地说着，纵使她无比愤怒，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丈夫林旭在地上磨着一把大菜刀，吱嘎吱嘎地响着。婆婆浑浊的眼睛里含着2汪热泪。每当鬼婴公公从她面前走过时，婆婆还不死心的企图呼救2声。丈夫蹲在地上，沉着脸，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恍惚了。明明那么平静的磨着刀，我却感觉到他的牙咬着，眼睛瞪得通红。别叫了，妈。
你水里的安眠药是我爸下的，他也是参与者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由得好奇起婆婆的反应。她额角的青筋凸起，感觉好像用足了力气，死死咬着嘴里那块布，脸上表现出一种不知道是恨还是什么其他的极为复杂的情绪。我没空看戏，悄悄挪了挪屁股，我想试试能不能用兜里的花瓶碎片把绳子划开。老婆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身旁的林旭轻声说着，擦擦脸上的眼泪。我最近想了想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遇见关于我妈的事，我都让你能忍则忍。他红着眼睛，举起那把磨好的菜刀。我想明白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个好丈夫。为了证明我的决心，我要当着你的面，林旭低声说着，缓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而后站在婆婆于敏淑面前，抹撒着那把菜刀，除掉我人生中最大的祸害。他癫狂地说着，一把取下了婆婆嘴里的布团。婆婆当即流下2行热泪。小旭，我的儿子，他哽咽着，极其艰难地说道。你要恨我，杀我可以，别自己动手啊。你要是杀了人，这辈子都完了。林旭听见这段令人感动的话语，并没有冷静下来，反而变得更加暴怒起来。我的这辈子早就完了。妈，我是个不健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大张着双臂，仰天狂笑。你永远都是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所以偷偷改我的志愿，让我上离家近的大学。为了我好，说怕我受女人的伤害，所以搅黄我的所有女朋友。为了我好，所以每天黏着我，吃喝穿衣，我样样做不了主。我走到哪都要带着你。30多岁，没跟朋友去过一次网吧，没吃过一次路边摊。林旭眼珠红红的，满是悲怆。哪次不随你意，你就说起为了养我，你不肯改嫁，含辛茹苦打工将我养大。哪次的结果不都是顺了你的意，听了你的话？妈，我就是你养的一条狗，我在一旁看着。看见斜对面，我的鬼婴公公正满脸冷漠地看着戏。这个所有悲剧的创造者，简直像是现场唯一的局外人，仿佛他还是唯一的受益人。他什么都没干，就被婆婆复活了。现在又什么都不用干，未来缠着她的婆婆马上要被解决了。剩下的2个人，动手杀人的儿子大概会进监狱，看戏的我会被他吸干精气，随后他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。面对着高举菜刀的林旭，婆婆于敏淑冷笑起来。你们都讨厌我，是不是？她冷冷地瞪着眼，逼问着不远处的鬼婴林志彪。你嫌我烦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不想被我缠一辈子是不是？婆婆字字泣血，说出的字像是割人的冰刀。当年你被那个贱人抛弃，是我连轴转打3份工。你病重的时候，我夜里还要去医院陪着你。是你当时握着我的手，她眼泪直流，声声哭诉道。你握着我的手说，敏淑，我错了，我后悔了。如果能重来，你想和我守一辈子。鬼婴在婆婆的注视下，亏心的低下了头。又为了维持她外强中干的骄傲，在短暂的低头后，高高的把头昂起了。现在能和以前一样吗？我现在什么样，你现在什么样？于敏淑冷冷笑着，没有接话，转而温柔了语调，缓缓地对着林旭说道。而你，我的儿子，我最心疼的宝贝，林旭。他半仰着头，似乎回忆起往年的时光。当年你上初中，羡慕班上同学有名牌鞋穿，妈妈一声不吭，夜里又接了份缝衣服的零活。当时的房间那么小，你睡在床上，妈妈怕晃醒你，台灯只敢开一点点，熬得我眼睛都要瞎了。婆婆说着，脸上难得显露出些许的柔情。把新鞋送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那么高兴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你搂着我的脖子说，妈妈，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让妈妈过上好日子。她讲述着，声音逐渐哽咽起来。你说，妈妈，我一辈子陪着你，永远做妈妈的跟屁虫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遨游一样过着日子。妈妈就像一块肥肉，在锅里煎啊煎，为了你上学，想尽办法煎出一点油水来。婆婆的脸上热泪滚滚而下，可是没人为她擦。她继续讲述着，总感觉她也不在乎到底有没有听，有没有人听得进去，仿佛这话是讲给死到临头的自己的。读高中总要煎出点油水，孩子穿衣不能缺，
也要煎，吃饭不能缺，也要煎，想读研也要煎。等妈妈回过头来看，好像才发现自己早就煎的一点油水都没有了。人老了，从肥肉变成了酥肉渣，一点油水也没有，也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几句话终了，四周安静的要命，所有人都待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空气好像凝滞住了，只能听见几声越来越快的喘气。婆婆与敏叔喘了几口大气，凝住的眼泪终于还是涌了出来。你们都觉得我累赘，我管着你们，我害了你们了。没有我，你们能够过更好的日子。那我想问问，我这一辈子吃的这些苦，不停不断熬出的油水，到底是给了谁？他咆哮一声，终于再也说不动了，只是轻轻的啜泣起来。总不能都给了我自个吧？空气死一般的安静。林旭站在婆婆的面前，表情不喜不悲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关于于敏书这些话，他听进去多少？或者根本没听？是觉得饱含歉意，还是觉得都是放屁？但是很快，他用行动回答了我。林旭站在婆婆的面前，高高的举起了菜刀。我看着他木讷的眼珠里闪过一道寒光，噗嗤一声，温暖的暖流迸溅在我的左边半张脸上，它们滴答而下。而后我看见林旭单膝跪地，跪在我面前。老婆，我做到了。他磕磕巴巴的说着，惨白的脸上好像终于有了一丝血色，好像是一点重生的希望。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变得更好的。我眨着眼睛，感觉温暖的血液粘住了我的睫毛。看着林旭，我总觉得在这种危急关头，我应该说句什么软话，安慰一下他。毕竟保命最重要。可话到嘴边，我竟然发现我一句都说不出来。最后我只好点了点头。你开心就好。手背后绳子已经被我磨断了大半。我知道于敏书死去之后，下一个死掉的绝对是我。眼看着不远处的鬼婴朝我走来，我立刻加快了我磨绳子的速度，但根本来不及。他走得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。警察放下手中武器，我听见人群的脚步声，还有妹妹大声的喊叫声。警察同志，这房间有监控，都拍得清清楚楚的。婆婆林敏书死了，公公也就是鬼婴林志彪，因为没有吸够我的精气，灰飞烟灭了。林旭因为杀人蹲大牢了，所以我的婚顺畅的离了。我的儿子活了，在倒计时最后一天里，成功的被救活了。我成了一个单亲妈妈。起初我的儿子还是很像林志彪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就长得越来越像自己了。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午夜梦回之际，我总会想起这场危急的亲情辩论大戏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害怕，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于敏书？我的儿子会不会成为下个林旭？因为有这场悲剧作为教训，在抚养儿子的过程中，我给了他尽可能多的自由。我想着，我们比他们更幸运，我们看到了悲剧，并且在人生可能发生这场悲剧之前，更正了它。对了，除了上面死去的那些人，我还为故事中的另一个死者搭了个新的小坟堆，是小狸猫的，那个为了换子被剥皮惨死的小狸猫。我和儿子经常一起去祭拜它。我应该大概率不会成为下一个于敏书。我想着，这可能就是我和他的不同之处吧。